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真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殊之缘，皆如来真实也。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如菩萨行人三疏海。那么如菩萨行人三疏海当中，现在正在讲那个七支供啊。七支供当中呢，就前面已经讲了一些无诸任务的供养，那么今天开始呢，就是讲这个身体的供养啊，就是供养身体。这个在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愿以我身心，恒显佛佛者，恳请爱那说，我愿为仆啊，我愿为尊仆。这个是宋词当中。那么它的讲义，也就是说注释里面呢是这样说的：在身父世母的佛陀以及一切佛子前，我愿恒舍供养自己的身体。诚恳请诸位圣尊菩萨能完全接纳，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呢已经供养给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面前，就是布施。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些我执，这种我执呢，我们一定要彻底的断除。没有断除的话呢，那么就是始终都是依靠自己而造业，就是前一段时间给大家讲的一样的。所以我心甘情愿做忠实的仆人，对你们言听计从，祈愿能慈悲摄持我啊，就是我们这样这个观想啊，这个大概意思呢，当然我们。所谓这个佛陀的意思，就是说已经远离了所有的障碍啊，也就是说所知障、烦恼障，以及这个身果四魔啊，就是身果世间的这个云魔、四魔、天魔等这个四魔。然而这样的这个佛陀也叫做是生者，生者也叫做是这个如来啊，就是当有十种不同的这个名号。这样的十方诸佛菩萨面前，我们首先应该要把自己的身体这个供养。那么这个身体是不是诸佛菩萨特别需要呢？也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对殊胜的对境呢，供养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话，能减少自相续当中的我执。如果我执减少呢，那么我们利益众生、发菩提心等等，做任何一件善事呢，很这个容易的。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无始以来到现在，就是所谓的我。就对我们就是，也就是说是让我们呢，就是永远在轮回当中是不能这个解脱出来。这个最根本的来源就是所谓的这个我执，所以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啊，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将自我的这种身体受用善根，尤其是我们的对这个身体呢，就是相当的执着。每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身体的执着的话呢，依靠身体而造的业呢，也是不会有的。所以我们首先呢，一定要这样把这个身体呢，就是摄入过去啊，就是身体呢，就是做布施。这一点有关这个佛经当中也是就有明显的记载。以前的十方诸佛菩萨对这样的做法是极为赞叹的。自古以来，高僧大德们呢，也是对这样的这种这个三举呢，就是戒律推崇秘密实践的。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大乘这个佛教徒的话呢，一定要对自己的这种这个身体的执着就是尽量的断除。如果实在不能断除的话呢，对自己的身体的执着减少。世界上的人不是这样的现在许许多多的人们呢，整天都是为了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打扮或者是装饰或者说是与他这个执着等等，就是每天都是为这个身体而奔波。也有这么一批人就世界当中从来对所谓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这种本体，在这种人面前呢，我们也应该竭力的宣扬就是大乘佛法的这个供养身体的这个功德就是那么这个就从那个佛经当中来讲呢，《楞严经》当中也应该
有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对身体的供养，从象征性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汉传佛教当中经常所谓的这个燃脂供佛这样的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是对就是身体的一种这个供养就是身体对诸佛菩萨面前呢也是供养的。那么《楞严经》当中呢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能够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如来的身相面前呢，如来的这个身相面前呢，就是烧燃就是自己的这种身体，或者是这个烧就是自己的就直接就是直接，或者在这个身体上呢，就是做那个烧那个戒疤，就是等等。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佛陀就这样说的，就是时人我说就是时人我说什么这个无事素在一时处彼，意思就是说这种人就是这个我们供养这个身体或者说是燃脂供佛这样的人呢。那么就佛陀告诉我们这一点，就是我说的。你说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无始以来的这种罪业，在这种潜在的一切罪业呢，在一个时间当中全部这个完毕，就是全部已经这个过报甘肃完毕，就是这样讲的。这样一来，我们在这个汉传的一些历史上的话呢，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叫做是这个纯金长老，就是纯就是那个3点水那个橡树的橡，就是金黄金的金。那么他的话呢，就是在一生当中，像朴素寺阿育王寺就好多这个寺院当中呢，在这个佛陀面前，为了就是利益众生、消除干旱等等一些目的呢，就是精心就是做这个燃脂供佛。就后来呢，就是只剩下六个这个指头就是所以呢，人们都称之为叫做是六指这个长老就是六指长老，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像那个真义法师四川的这个真义法师的话呢，他也是在这个佛像面前呢，就是做这个燃脂供佛，然后在自己的胸前呢，就为了断除自相续当中的各种胡言就是胡思乱想的分别念，而做了这个108个戒疤，还在自己的血脉上呢也做9个那个就是戒疤等等，就是依靠这个自己的身体用这个火来就是燃烧，燃烧过后呢，就是对一方面是对这个佛陀和所有的对这个诸佛菩萨面前呢有一种表示自己的一种诚信，也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不是什么那个特别执着的一种标签吧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示。从藏传佛教的角度来讲，也是像根据历史记载，像强门仁波切或者是门旁仁波切面前呢，也有这个许多虔诚的弟子，就是供养这个树脂，也就有燃脂供佛的这种历史就是历史。所以我们呢也应该可以看到就是真正的将自己的身体就完全这个放弃，或者说是减少自己的执着，而这样的燃脂供佛呢，就是也是大有必要的。以前有一个叫姜公堪彻仁波切，他的一个文大录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显宗当中呢，一般来讲，这个燃脂供佛呢，就是也是为了断除自相续当中的贪杂而这样安立的。而密宗当中呢，因为自己的身体呢本来观想为是诸佛菩萨的清净坦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没有这个燃脂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这个根据这自相续当中的烦恼就执着来这个区分的。如果按照这个显宗的观点，也是自相续当中真的这个以如来的坦诚无二无别，或者是对自己身体没有这个执着而观为清净坦诚的话呢，根据显宗的观点来讲，也是不燃脂供佛，这一点也是可以的。如果作为学密宗的一些密宗的佛教徒，他也是对身体是特别有贪杂，对身体呢有不清净的这种感觉，或者是有这样的见解的话呢，那么就是我认为做燃脂供佛呢，就是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从燃脂供佛呢，只不过是有一个例子来就是说明这一个问题。实际上呢，我们对自己的这种身体呢，就是供养诸佛菩萨这种方法呢应该是很多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我们在佛陀面前或者是诸佛菩萨面前，或者是一些上师面前呢，就是自己诚心诚意的将自己的身口意呢，就是全部就是供养就是全部这样供养的话呢，那么应该说是这是有一定的这个功德。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对自己的身体是应该说是执着是最大的就是稍微别人就是说一点你身体不好看你
身体就是长得很矮、很高啊、很胖啊，那这样一说的时候呢，你马上就生气了，就是马上就不高兴，就是会有这种出现，说明呢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是相当执着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身体呢供养给上师，供养给这个佛教。那么这样的话，从此以后我们没有理由就是特别的执着自己的身体啊，就是特别执着。所以呢真正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做这些表示呢我觉得如果你的心不清净呢，就是恐怕不太好。以前有些道友做燃脂功夫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当时你要这个烧燃自己的指头是相当的痛啊，在这个痛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自相续当中升起一些后悔心。如果升起后悔心的话呢，当然有一定的困难。就是作为我们凡夫人的话，那真正遇到一些身体上的感受啊，这种痛苦的时候，有时候不升起后悔呢，也相当的困难的。就像以前阿底峡尊者的上师那个达玛热吉达，像他那样的话呢，既是凡夫的，但是呢，因为他的这种见解，也就是说是大悲心相当的强烈，就是像这种人呢，就是可能不升起后悔心也有的。一般来讲呢，就是可能真正用这个火焰呢，就是燃上你的指头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在这样的就如果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悔心呢，就首先应该自己就是值得观察啊，就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当然对。上师面前，如果自己的上师自己的身体要做供养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首先呢，也应该自己这个考虑的。一般这个有些新来的人呢，或者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特别强烈的信心，然后在很多上师面前呢，就是我第一个我要身可以全部供养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就是刚来的时候很多人呢，说这个身可以全部都供养，身可以全部都供养。过一段时间呢，就是就身可以全部都不见了，就是把这个身体都抛回去了，就是按道理来讲是这个身体是不是属于他自己的，应该是属于我的。如果你再带回去的话，那会不会就是犯盗戒？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所以我们应该就是为了这个利益众生呢，就是自己这个身体做这样供养也可以，但即使你在不明显的这样供养，实际上从内心当中发愿，我这个躯体我这样的这种不净身体呢，从此以后这个来至生死之间呢一定要为佛教这个做事情。如果发这样的愿呢，我认为真的自己的身体这个供养这个佛教或者是供养这个上师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点可以想的。当然我自己的这个饮食生活就这一点，作为我一个欲界的众生来讲，不得不做。除了这个以外，我在有生之年当中尽心尽力的为佛教这个服务，为佛教呢就是做这个事情。如果发起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愿的话呢，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就是供养这个身体。所以呢，我们自相续当中要升起一个菩提心的话呢，首先我们对诸佛菩萨呢，就是最可贵的、最难得的、最这个可爱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全部一一的这个供养或者是舍弃。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我自己把自己的身体自己把自己的这种这个所作所为都特别执着的话呢，那么所谓的利他的、忘我的这样的菩提心呢，在我们这个心当中能不能升起，这一点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这里呢，应该这样来理解。那么下一个颂词呢是这样讲的：尊即此摄火，离身无取国，圆嘴精圣性，舌短诸恶也。当然他的这个讲义当中是这样讲的：我依卡大尊主的呵护，才能在三界中不为痛苦而饶益众生。我有了这个诸佛菩萨和上师们的这种摄受有了他们的这种保护或者是加持，有了这样的话呢，我在轮回当中不管怎么样度化众生呢，一点也是不害怕，就是一定会是饶益众生。如果我罪业深重，这无法利益众生。当然，如果我自己的这个罪业相当的深重的话呢，那么就是能不能利益众生呢？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这个自身上佛愚劫，愚劫他佛是无有是处就是应该在这个维摩诘经当中是这样讲的。说的意思就是，如果自己的身体的已经被这个各种的罪业烦恼已经束缚住的话呢，我们要向
解开别人相续当中的烦恼或者是别人的束缚呢，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自相续当中呢，首先一定要。最起码也是自己有一种利他心的，真正是忠实的一个佛教徒，这一点相当重要。如果你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呢，我们口口声声说是我要利益众生啊，我要帮助众生、饶益众生，那能不能这个实现你所说的这种这个真正的愿望呢，也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为了真正摆脱以往的罪业，而诚心忏悔，离世今后不再造罪，就是应该在新的相续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誓愿。这里呢，有许多的一些上师们呢，就把这一段就是讲为这个用四对之理来解释。因为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呢，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已经供养了，身体供养完了以后呢，就是他们已经摄受我了就摄受我以后呢，我现在。作为自己来讲，应该就是这个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做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诸佛菩萨我已经怎么说啊？诸佛菩萨呢已经摄持了我，那么我就成了诸佛菩萨的这个如来家业当中的一员。如果我成了他们的这个一员的话呢，那么诸佛菩萨的唯一的事业是什么呢？就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除了利益众生以外呢，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繁琐的事物呢？就绝对是没有的。每一个菩萨，每一个佛陀的话呢，就要向这个帮助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那么我要向利益众生的话呢，我第一个一定要就是对这个恭敬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以这个佛法来饶益众生。第二个呢，自相续当中的这些罪业一定要清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大德就是把这后面的颂词呢，就是通过四种对治理的方式来进行解释。比如第一个所以对治理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三宝、诸佛菩萨或者自己的根本上师等等，这些呢就是作为这个所以对治理，就是在这里这个所以对治理。然后这个破对治理的话呢，那么我们以前在自相续当中所做的这些罪业，现在就自己特别的后悔，就像服了毒药一样，就是心里就是有这种后悔，就是这叫做是破对治理。然后我们这个先行对治理呢，通过这种方法，就是修习种种法门，要么这个念百字明呢，要么修菩提心呢，要么这个观想金刚萨埵等等，这种方式来开始清除自相续当中的罪业，身心得以清净，这个就叫做是先行对治理。最后呢，就恢复对治理。所谓的恢复对治理呢，就像喝了毒药以后的话呢，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喝，发誓再也不喝。同样的道理，我们做了这个一些不如法的深刻意的罪业，那么从此以后呢，在十方诸佛菩萨面前，我们要这个发誓言，就是再也不造作这些罪业。所以后面的这两句呢，很多的这个上师们呢，就把这个就解释成这样的这种道理来进行这个解释，就是以这种道理来进行解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供养身体的这个道理呢，不仅是这个诸佛菩萨的一些事迹当中有这方面的记载，而且呢，就是藏传佛教的像这个弥勒日巴或者是以前的许多这个高僧大德们的传记当中呢，也应该是大家非常这个清楚，为了这个祈求佛法呢，就是不舍自己的生命身体而这个苦行，就是这也是实际上是一种舍弃身体的对诸佛菩萨的一种供养。我们上师如意宝以前也是这样讲过。首先呢，这个所有的优路供养当中，当然这个不是身体的功德是最大的，就是应该就是功德是最大的。但是不管是你在诸佛菩萨面前或在上师面前，如果你要这个供养身体的话，首先必须要值得再三观察。如果你没有再三观察，草率的或者是很就未经观察的情况下呢，你就随随便便供养身体。后来呢，就是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没有坚定的誓言而退失信心，这样就过失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呢，我们首先应该在这个发心过程当中，自己要再三的观察自己的心，这一点极为的重要就是相当的重要。
因此，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求大家一定要就是舍弃自己的身体。当然，完全舍弃的话，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可能有点困难。但是呢，通过方方面面的道理来观察自己的身体到底值不值得执着啊，就是值不值得特别的。就像现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学过佛法的人，整天都是为了这个身体而这个苦恼，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必要？这个身体呢，实际上是它也是几十年的一种借用物啊，就为了这个呢，造很多很多的恶业，是值不值得？所以这些问题呢，应该是用佛法的道理来，就是这个慢慢的很详细的就是剖析因为现在呢大多数的人就学佛的人真的有一些深深的道理的是根本不懂的就不懂所谓的这个学佛呢，就是他们都认为是暂时的一种就像学气功一样的一种学问，以这样来对待这是非常的不合理。今天我碰到有一个来自丹东的吧，一个居士，他说了2句，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他说我们那里呢，当然这个学佛的人也是不太多的，而且这个一般来说，大城市里面的1万个人当中，可能是这个学佛的也是只有1、2个人。那么这些1、2个人呢，大多数都是求这个精神的一些这个福报就是求这个精神的这种或者来世的这个人天福报而已。所以真正的懂到佛法的道理呢，就现在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就是了入心真，所以我想呢，他们就是说的也是真是有道理。就是这次我们学习如菩萨行论的过程当中呢，不仅是我们要学大乘佛法的一些就是这个所有的一些道理，就是同时呢，我们也学就是有关我们的这个行为学佛的动机然后学佛的行为等等这些呢，我想我们每天呢，就是也给大家简单的就是讲一些道理，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法要，就是一方面应该就是不管是你从讲义上还是诵词上就应该就是自己就是调伏自己的心，这一点很重要我看到现在这个网上或者是有些其他的这个文章上呢，就是大多数的人就是背诵如菩萨行论，然后很多人呢就觉得是这个背完如菩萨行论感觉很好，但我想是现在不能太着急，因为我们刚开始你们认为是这个背了几个颂词感觉很好，就是你背最后几个颂词的时候感觉很好的话，那我们觉得是这个学习佛法的时间还有一定的耐心，不然刚开始这个几个颂词可能谁都会背，就是我们这里面大多数的人呢，就是只能背前面的第1品的，就是后面呢，就是有些是到了第2品的时候倒下去了，有些是到了第3品的时候倒下去，有些是到了第8品的时候倒下去了。所以这个背诵呢，就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刚背1个颂词、2个颂词的，我觉得是不难，就是这个不难。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全部背完，就是最后一个颂词。这个要想见到文殊菩萨，就是然后什么就刚才大人都把我们讲子这人都那我们讲等你根本把人同学最后一个颂词到了这个时候呢，你觉得是这个感觉很好的话呢，那我觉得是非常高兴。当然呢这方面有这样的这个信念，尤其是有些年轻人现在智慧记忆力各方面是非常不错的，就不应该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全部记的一些时间的乱七八糟，不应该这样的，应该是记一些清净的有关大悲方面、有关智慧方面、空性人我方面的这样的道理，如果记得越来越多的话呢，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对这个世间的这个执着呢，就是逐渐会减少的，这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个规律。比如说火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呢，那么火的周围的这个什么寒能呢，就是越来越减少。那么这个光明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就是照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那么世界的这种黑暗呢，就是逐渐会消失。就这就是一个必然规律。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智慧的光芒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心相续当中的贪嗔痴的黑暗。那就是一直是笼罩着整个我们的这个心田，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尤其是对这个舍弃这个身体而供养诸佛菩萨方面的道理呢，就是应该有一些正面的认识。下面我们讲第2个，做一环供养就也就是说第3个一环供养，如云就下面呢就是在其他的一些论点当中是有这么样，就是总共有12种这个一环供养，这个一环供养呢以总结一种寄诵的方式来就是总结的，于是妙以是相寻化圣修等第是
宝山一环12供，就是那么下面呢就是把这12个一环供养一个一个的给我们做了这个介绍。下面就一环供养分为12种，其中呢第一个首先是用宋词当中是这样说的，夫于衣锦舍，金地亮阴阴，宝珠生玉衣，真改平善说。那么它的讲义里面是第一个就讲的是这个母语，就是讲的这个母语，注释当中这样讲的：用簪丹熏染的，是于是散发出扑鼻的芳香，随金地金银剔透，光彩夺目，打扫的十分清洁，光芒闪烁，各种珍宝的柱子上悬挂着，闪光珍珠，装点的花盖着。它这里呢，当然首先讲的我们这个所谓的母语啊，就是母语的话呢，那么按照藏传佛教的一些教典当中呢，就是母语的仪式啊，母语的这种这个寄送啊，就是相当多的。那么它首先这里讲这个母语的这个地方这个是从显宗当中来讲也是一种观想方法。我们经常呢就是对这个诸佛菩萨应该有一些这个母语的这种亲近意识。那么我们有些可能这样认为，是不是诸佛菩萨也要洗澡啊、沐浴啊？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身体很不干净呢？可能会这样想的。尤其是这个对初学者、对大乘佛教一无所知的人呢，分别念特别强烈，就是。那么这一点就是不用怀疑的。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学习般若经啊，或者是显光庄论的时候。到了第一地菩萨以后的话呢，那么身上的污垢啊，身上的一些尘垢，还有这个湿质等昆虫，以及这个很多的这种不净的部分呢，就是在得地菩萨都是没有的，何况说是这个佛陀根本没有的。但是为什么这样这个做一些母语的意识呢？做了这样以后呢，实际上我们自相续当中的这个罪也得以清净。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佛陀呢，是一切功德圆满的智慧身体。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自己的对境，然后对它呢，就是以清净的心来进行，就是做这个母语。这样以后呢，我们自相续当中的这个。就是所有的这种资粮呢，就是得以圆满；所有的罪业呢，就是得以清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因此呢。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徒的话呢，这个对这个佛的母语意识啊，就是这一点呢，一般来讲是在各教各派当中都有，就是包括这个小乘的一些这个佛教徒当中呢都有比如说这个像以前那个新加坡啊，就新加坡的话呢，就是这个维赛戒，就维赛戒的时候呢，就是各大这个寺院啊、中心啊、佛教中心的话呢。全部在寺院的门口上就是装饰各种各样的菜器，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花满当中，就是以这个佛的这个圣像进行做母语，就是这样的仪式呢，就是相当多。现在呢，在云南那一带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仪式。那么他们呢，一般都是在这个花宗当中，就是佛的这个圣像啊，就是像有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刚降生的这种圣像也有，有些呢就是其他的这种圣像。那么这个呢，就是用这个清净的水呢，一边念诵祭文，一边呢就是进行这个沐浴。那么这样以后呢，实际上是大乘佛教里面确实有记载的，就功德相当大的。因此呢，一般来说，像那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这个台湾等等，就是许许多多的地方呢，就有每天都是有善男信女的，有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是开始一边念偈颂，一边呢就是这个对这个佛呢，就是做进行这个母语。那么这个意思大家应该明白，我们对这个佛的这种母语意识呢，大家也应该这样这个清楚。按照藏传佛教的一些母语意识的话呢，比如说拉着一个那个明经就是拉着一个明经，然后呢，就是为了说，就是一边就是赞颂，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偈颂啊，是赞叹以后呢，就是最后呢，就是做这个为释迦牟尼佛这个母语，或者是与这个药师佛这个做母语，就是然后那个就是一边就是拉着那个宝瓶，就是一边呢就是在那个明经上面呢就是进行母语。
释放这个所有的诸佛菩萨呢，就是也是观想，就是在现在这个冥境当中，然后呢，就是用这个金星对他这个做沐浴，就是有这样的传统。或者说那个比如说有些深山呢，有些深山的话呢，就是也高僧大德需要就是进行沐浴的话呢，那么在冥境当中也现就是神仙以后呢，就是开始一边念仪轨，一边就是做进行沐浴，所以这个是在佛教呢，就是也是应该是特别古老的就是传统，就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没有什么差别。但我们作为修行人呢，应该要懂到这些功德。如果你功德都不懂的话呢，那么你觉得说，哎，这个佛像上面就是撒一点水啊，就是那这个有什么用啊？可能会这样想的。所以这个缘起和功德呢，就是大家应该比较这个明确。下面宋词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彼诸珍宝品呢，尘满妙香水，杨以美歌语，勤佛父子语。他讲义里面是这样讲的：在此于彼好尘满图香配称的乐以香水啊，就是乐以香水。鲜花许多金等宝品呢，随着歌声乐音的乐音而请一切善事佛子沐浴。那么我们一边呢，就是在这个宝品当中装满这个就是妙香、烧香、熏香，就是所组成的一些鲜花或者是甘露水啊等等。那么这样就是一边拉着这个金品、银品、这个蓝宝石等等，就是这些珍珠品呢，就是与这个诸佛菩萨的神像呢就进行这个沐浴。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念诵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也放出一些音乐就是放出一些音乐。平时我们念一些药师经呢，念一些就是大的这个仪轨的时候呢，都有这种。怎么说就是都有这种这个沐浴意识，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有些维罗士的话呢，他对可能是就是就几百个颂词都能背得到，就是比如说他有念一个什么，就是对这个释迦牟尼佛地尼句呢，就是后面的。比如像释迦牟尼佛前地尼前地尼呢，就是盖为是为他做沐浴，就平时是这样的。然后就为释迦牟尼佛啊，为药师佛啊，为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啊，或者说是东方这个这什么这个牛类世界的佛陀啊等等，就是这样所有的这个佛陀的名号呢，一边唱一边就是进行沐浴。然后就是八大菩萨啊，或者是声闻缘觉啊，以及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前转法轮的这个四大圣地、八大圣地等等，这样呢。有时候就是很长的时间当中，就是一边念偈颂，一边呢做这个精心沐浴，就是有这样，就是拉着宝品，就是一边呢念诵我们如菩萨行论里面的这几个颂词，基本上是藏传佛教的，不管是格鲁派还是这个尼玛派，都有这样的这个意识就是都有这样的意识。所以我们以后呢，如果就是看见呢，就是在外面有一些这个沐浴，这个对这个佛就是沐浴仪式因为现在的话呢，一般都是今天说是那什么文殊菩萨的降生日是吧？还有呢，就是说是端午节，就是说一般时间上人们也是说什么有各种药来就是洗自己的身体这个的我觉得是这样沐浴也可以，不沐浴也可以，不管怎么样，或者你自己的身体真正观想为这个诸佛菩萨的身体的话呢，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真正最重要的呢，就是在释迦牟尼佛降生的时候或者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一些在他的戒日当中就是他的这个戒日当中呢，就是为这个佛做这样的这个沐浴，确实是功德很大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这个传统的话，我觉得是有些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的这个佛像就你这个铜像也好，金子的这个金像也好，这些像呢可不可以把上面的灰尘就是打扫一下？应该就是在这个清净的水呢，如果你可以洗的话，那就是清净的水，把它这个洗一下不然我们有些人的怎么说就是这个佛像佛塔、佛经这些弄得特别脏就是弄得特别脏。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对这个诸佛菩萨有一种就是不恭敬的心因为自己呢就是弄得特别干净，就是每天都是这个洗得特别干净，然后对诸佛菩萨呢就是全部是满面灰尘，那这样呢可能不太好。就是我原来去了一个居士家里，就是然后在那边就是住了一段时间。住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可能他们当时这个厕所重新维修的就是他家里面的厕所是最干净的。然后呢，到了这个
厨房呢，就是算是比较可以的。到了这个佛堂的话，那佛堂是最脏的。那么我当时说了，你这个是完全是颠倒的，应该按传统的话呢，这个佛堂呢就是最干净的。然后就包括这个佛像啊，就是里面的这些这个所有的卫生都是全部这个清楚啊，就是应该这样的。然后自己的住室呢，就自己住的这个房子呢，就是也算是比较干净，也是可以的。但我们有些人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完全是颠倒的。包括我们在座的一些佛教徒，不知道你们的这个佛堂里面，或者是就没有特殊的佛堂的话，那就是光是有这个佛像放在哪里的话，那应该有时候呢，就是上面就是擦一下，或者是以前藏传佛教的有些老修行人呢，他经常用一些羽毛啊，就是孔雀毛啊，那么以这些呢，就是在这个就是佛像上面呢、金属上面，或者是一些这个佛塔上面的灰尘呢，就是每天都就是擦拭一下，每天都就是擦干净，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呢，应该对这个佛像也好，或者是佛堂呢，就是做一些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应该就是以母语的这种表示方法来指导为了就是遣除自相续当中的一些罪业，应该做这样的这个仪式，就是平时在行为当中也不可缺少的。下面，就是讲的是第二个，就是也就是叫做是这个擦拭的这种仪式啊，香薰机，洁净，浴净，湿气身，施以复线上，施以复线上，香气妙摄意啊，就是妙摄意。首先第一个就是讲的是这个擦拭，因为刚才呢，就是迎请诸佛菩萨已经这个做了这个沐浴仪式，做沐浴仪式的话呢。印度有这样的传统。以前呢，比如说来了一个国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国王迎请到哪一个宫殿的时候，首先让这个国王呢，就是在这个清净的浴室当中进行沐浴，然后沐浴完了以后呢，就是擦拭身体以后再进行供养，就是印度有这样的这个传统。那么这个传统呢，到目前为止，像泰国啊、斯里兰卡等等这些地方的话呢，也有这样的传统。比如说以前高僧大德迎请到这个施主的家里啊，或者是到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首先可能就是让这个高僧大德呢，就是进行这个就是这个沐浴啊，或者说这个洗脸啊等等到了泰国的时候，首先一进去那个施主家里的时候，他马上就是拿一个浴巾，就是说你洗个脸，先洗脸再说吧，就还没有坐下来的时候，就是拿一个盆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统吧。以前我们藏传佛教的有一个歌戏写了讲座，他到泰国的时候也是，首先那个泰国的这些就是政府官员呢，就是拉着那个就是水，就是然后就让他这个洗脚，就是他有点不习惯，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也是按照这个以前的印度的这个传统呢，就是在我们佛教当中呢，也是为了尽除众生的相续当中的一些这个割染吧，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啊，就是也有这样的传统。那么它这里呢，就是这个沐浴完了以后呢，就是等待诸佛菩萨沐浴之后，用妙香熏染呢，还有这个清洁柔软呢，无与伦比的义务，就进行就是擦拭他们的这个身体。像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沐浴，这个刚才念诵全部已经念完了。在一般来讲，就是像民警当中呢，就是拉着那个宝瓶来进行这个就一边念诵啊，一边就是这样这个沐浴完了以后的话呢，然后进行擦拭。进行擦拭的时候呢，就是拿一根就是洁白的哈达，就是然后呢就是在明镜面就进行擦拭。清净擦拭完了以后呢，这个明镜放在一个佛堂啊清净的地方，那么说明呢就是从此以后就是诸佛菩萨就是供在这样啊，就是供在一个清净的地方，有这样的仪轨啊，有这样的仪轨。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这个身体啊，就是应该这个进行这个擦拭。那么我刚才讲的呢，现在小乘很多国家，他们的话呢，就是包括对这个出家人呢，也是做这方面的这个供养。怎么样的供养呢？他每天早上化缘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很多香皂啊，或者是一些毛巾呢，就是祈求就供养他们，就是意思就是说用那个擦拭这个身体，这样的话。他们自己呢就积累很多的资粮啊，就积累很多的资粮。
那么下面这样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庙仪，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擦拭完毕以后呢，就是用各种手段呢，就开始就是附上这个换上庙仪，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出家僧装的诸佛菩萨来讲，应该供上这个袈裟等适合出家身份的芬芳庙仪。对于这个僧族在家装束的一些尊重啊，就是像一般这个文殊菩萨啊，像那个观世音菩萨报身这个像的这些的话呢，按照印度的过往的这个装束，而且以前有些历史家呢这样这个认为的，像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的话呢，像这个出家装束的这个化身装束啊，就是穿着这个三衣，就是所以我们观想就是对所有的这些出家这个僧众出家尊重的话呢，那么供养啊这个三衣，然后对这个在家身份在家形象的这些的话呢，那么用什么就是报僧这个13这个服装的，就是13束的这种衣服呢，就是进行这个供养，就是献上四彩各仪、如染飘逸的这种妙仪，那么这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功德。平时我们自己的这种这个一些衣服啊，或者说自己呢就是舍不得穿的有些衣服呢，就是供养给这个诸佛菩萨、供养寺院的僧众啊，那么这样也有很大的这个功德。比如说以前佛经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是白衣这个比丘尼，那么就也叫做是这个白母吧，就是他生下来的时候身上呢有白色的衣服一直这个穿着的，后来他那个出家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白衣呢，佛陀也是没有盖装，因为他是这个衣。怎么说？我们学居士论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众生呢，就是他有衣俗的这种这个意识呢，就是一直佩戴着。那么这种呢，即使你穿的这个红色的袈裟呢，也不用盖，就穿着白色也可以。后来他就出家，就是最后获得阿罗汉果位。之后呢，有一些弟子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是他这个生来的时候，一直最后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还穿着白色的衣服呢？释迦牟尼佛当时告诉他们。说是以前就是有一家就是两口子特别贫穷，他们有一件衣服，就是然后这个哪一个出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人就是睡在这个土堆里面不敢起来，没有衣服了，让另一个人呢就是穿着那个衣服就是到外面去做工作，然后回来的时候，如果那个还有一个人要出去的话，那有把衣服就是交给他，就是他自己呢就是一直就是睡在那个土堆里面，就是不敢出来。但后来呢就是听说看到这个佛陀的这个功德很大，然后他们呢就是供养这个就是带一些比丘啊，就是然后就供养给佛陀。后来就供养完了以后的话，当地的那个王妃呢，就是特别感动，就是他把自己的身上的所有的衣服和装饰品呢，都供给他们。他们在这个今生当中呢，也获得什么就是这个殊永圆满，就是来自生生世世呢，就是身体的这种，因为供养这个衣服的功德呢，就是一直到现在这个最后有者的时候呢，还是这个身体呢一直佩戴着白色的衣服，就佛陀呢也就传讲了这样的功德，所以平时。我们对这个像佛陀那样的这个殊胜的对境，如果遇到的话，那当然就是不用而语。那么没有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讲对这个神者诸佛菩萨面前呢，或者是对这个上师啊，就供养这样的这种衣服呢，也有很大的这个功德啊，很大的功德。以前白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是金色比丘尼，金色比丘尼的话呢，它这个生来都是身色都是这个金色的。那么这个也是以前呢，就是有自己的庙宇供养这个殊胜的对境而造成这个生生世世呢，就是看起来特别庄严的这样的这种圣像啊，就变成这样的这个圣像。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呢，也应该就是对这个就是供养这个庙宇的这个功德啊，就是一定要这个明白。当然佛经当中有关这方面的供养是相当多的，我想我们这里呢也没有必要一一的给大家说明。那么下面第4个问题就是讲这个装饰品啊，就是供养这个装饰品，也以细如佛最深庄严我，庄严普贤尊文殊观自在，那么在注释当中是以陈白上好的冠冕当装饰品，庄严见真谛而称为圣者的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观自在菩萨、金刚树菩萨、弥勒菩萨等，根据说法众生的根基而持在家相的诸位菩萨面前。下面呢，就是说，将自己的这种各种装饰品呢，就比如说这个金项链呐，或者是这个花满呐、金满呐等等，就是各种装饰品。那么这样的这个装饰品呢，应该也是这个诸佛菩萨面前，因为刚才呢，这个诸佛菩萨就是观想以后呢，就是他们进行沐浴完了以后呢，就是身体擦拭以后就是供养这个庙宇，就是供养庙宇以后呢，就是还要装饰品呢，就是你光是这个穿一个衣服没有装饰一点都不好看，就是你一定要就是脖子上挂个什么那个项链啊，还有什么。那个如果没有什么项链的话，那就是把念珠挂在这个脖子上，就是这样也算是一种那个装饰品。所以呢，就是要那个供养这个装饰品，供养装饰品的功德也是相当大的。以前藏传佛教里面。上师如意宝也经常在课堂上讲过吧，就是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弘扬佛法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富裕的这个女人，就是她就对阿底峡尊者的这种这个言行举止升起极大的信心，然后呢，就是她自己身上的所有佩戴的这些金银财宝的装饰品呢，就是全部供养这个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以后呢，她回去以后，她的丈夫一直是骂她、打她，就是一直这样，就是说她。后来呢，他实在是受不了，就自己跳化而死了，然后阿底峡尊者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是心里，就是从显现上吧，就是显现上呢，就是心里很那个，就是伤心的，给他进行回向。后来就是他马上就是转为人身，而呢，就变成一个小这个圣人。就后来呢，阿底峡尊者面前就是的出家，就是也成了一个噶当派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德。那个大德的名字叫什么？以前法王也讲过，但是我忘了那个在有些有关的有些历史书当中也是有明显的记载。所以那个就是在自相续当中自己呢就是如果有身上佩戴的一些什么这个金银财宝的一些装饰品的话呢，实际上人死的时候这些都有变成了下一代的人的这种装饰品，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应该就是供养一些就是佛像供养一些这真正的一些这个殊胜的对境。但有些人呢就是把自己的什么这个所有的这个很可贵的装饰品呢，就是交给上师但这个上师首先要观察，我是这样觉得，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观察上师呢，你这个身上的很好的这种饰品就全部都供养这个所谓的上师，再过一段时间呢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师所以我很后悔这样就可能不太好。就是应该我们要供养的话呢，我觉得是像那个九卧佛像或者是一些佛像，这个比如说有些呢就把自己的这个金项链这些的是全部供养着非常好的一些庄严的这个佛像就是挂在他的脖子上的话呢，那么我想一般寺院里面的人也是应该就是不会把它顺便就是乱用的，就这个是任何人的没有这个权利和资格。所以呢最比较这个保险的最可靠的呢，应该就是供养这个佛陀就是供养这个佛像，就是这个佛像这样自己的饰品供养给佛像的功德也是相当大的。那么这方面呢以前我们学过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光转或者其他经典当中呢，也有相当多的一些这个公案。但我想今天呢，在这里不说。总而言之，我们平时在这样发心的时候呢，自己一定要发愿，我通过这样的这个供养，通过这样的这种发心呢，让无量的众生获得这个利益，始终都是有一个利他的这个心。不管是你做什么善事，这一点是应该就是一日不忘善心，就是一定要要求自己。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将来呢，也会成为一些真正的这个弘扬佛法的一些就是也可以说是什么，就是真正的高僧大德，或者说这个就成为了不起的这种这个修行人吧。这一点，我想我们时时刻刻都是要观想，自己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得一个人天福报，一定要就发一个利他的心，就这一点极为重要。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Om
banzarangar padma sadarda ahum banzarangar padma sadarda ahum banzarangar padma sadarda